再见爱人五爆改新说唱，李诗画支教8年，真的，这真妈我不对。邓莎最大贡献，生儿子嘴啊！年度最气人的综艺开播了。嗨，大家好。传说中又抓马的一季，再见爱人如火如荼播了，速度来感受熟悉的窒息感。梁老师和美颜对抗陆夫妻这对，从预告开始那就是火药味拉满，零针起手，原地开潮，把婚姻体检室完成地下 battle 比赛。Come on man！谁敢数这俩人短短半期节目吵了多少次？何美颜说自己不会骂人，好不容易才找到点骂人。你个有每天起床口臭，你有老人范儿，你个老男人。幻思许言和好命哥吵架，不是因为你本来就老气横秋。坐下来聊别的还是很有默契的，一聊到平时吵架问题，两口子立马开战。在上面持续攻击你，就有时候其实我没有在攻击你，我只是在说事情，我在把事情讲明白。你所谓的讲明白，只是激化矛盾，你发泄情绪。生活中也这样，吵着吵着，梁老师闭嘴，何美颜继续输出。正确的认识这些事情，你就是习惯下意识的去逃避自己的责任，你觉得不是我的错，不是我的错，然后你就骗着真把自己骗到。虽然何美颜话很有逻辑，但谁能受得了紧箍咒啊？一个输出，一个逃避，问题得不到解决，自然就会积累。而俩人现在最大的压力就是家暴热搜导致的收入直线下降。何美颜当初发朋友圈想让逃避睡觉的梁老师去找她，结果被人截图发出引爆热搜。实际上通过家里的监控也能看出梁老师没有家暴，家暴虽然不是真的，但有了舆论，梁老师工作机会会变少是肯定。上节目感觉是为了更多曝光。李诗画车重建，跨物种的爱情长跑，往往看似最平淡的才是最炸裂的。所以他是一个怪人。刚开始以为是单纯，没想到是单线。李诗画8年教学成果验收，只想说跑吧，自信满满。车重建上场说要用诚意行动追回他，用我的诚意，用我的行动告诉他，我跟之前不同。结果呢，让我们欣赏车重建道歉大会，每次全肯定的回答0分在手，甚至就连聊过的话题都能答错。潘伟，我什么时候喜欢这个花？李诗画，请判断答案。错，我喜欢牡丹花。但要说大雷，它也是一道送分题，问李诗画身体哪个部位最容易不舒服？为什么说是道送分题啊？就是我有一段时间我生病了嘛，我眼睛做了4次的手术。结果车重建的回答：膝盖。李诗画，请判断答案。错。记不住就算了，这么严重的事，一句我以为。说真的，那个时候我以为他能一个人搞定，然后我就没有陪他，真就让他一个人去做手术。现在轻描淡写一句：过去了没事，过去了没事。哎呀，你这个人真的，哎呀，太不懂了。我们就是说，节目上这都算有改变，但之前不敢相信啊。标准答案摆在面前，订婚戒指都谈过样式，问的那个东西，然后有说过我喜欢什么形状哎，但是他买完全不是我想要的，他有自己的 style， 完全不是我说的那个款式，为什么要买呢？对，我以为帮你改改这个 style 嘛，帮我改一下我喜欢的东西，还觉得这是李诗画满意的。请问车重建，在你送出的礼物之中，李诗画最满意的是哪一个？这个我觉得是在此。每次在李诗画雷区蹦迪，瞒着李诗画带朋友回家睡他的床。我觉得有人来了我的家住，然后他没有告诉我，而且隐瞒了，不只是不告诉，是隐瞒了。工人姐姐，然后他就说，ma'am， 我不想骗你，他睡在你的床。然后他还跟我说，Anson 叫他不要告诉我。就算8年了，不知道人有洁癖，也知道隐私吧？这会还给他台阶下呢。有什么东西让你很害怕？但不愧是健身教练呐，要勇攀高峰，直面自己。哎呀，我自己很害怕是不能做我喜欢做的事情，放开手来做。哦，很拼，所以最害怕就是失去那个工作。李诗画善良，太善良了。后面因为婚姻体检分数太低，被连累一起受罚。车重建愧疚没有，那兴奋是不带停的，丝毫没注意一旁不停担忧的李诗画。到了之后，因为下雨，所有东西都湿了，结果他只会全湿了。没关系，没有解决问题，反而你决定怎么样才该做啊？这是什么意思？我还能决定怎么样啊？一天下来改变是没有的，没有什么变化。他一直说有变，他一直说现在他不是怎么样，他现在已经变，他一直说，但其实是差不多。只有道歉堵嘴。真的，这真妈我不对，没有几口的名。我说姐啊，你还是跑得太迟了。邓莎陆行一潭死水的关系，大家最好奇的是富商为什么要来？陆行自己给了答案。我觉得人家会给我刷下去的。除了不陪老婆产检，很少陪儿子这样的总裁病。19岁年龄差几乎是2人所有问题的原因。作息差异这一点和去年黄圣依杨子相反，但结果殊途同归。长期分居，邓莎认为自己上升期怀孕，牺牲了一部分事业。陆行却觉得邓莎最大的贡献是生儿子。您的答案是生儿子嘴啊。
到这句话还真的寒心呐。邓莎想知道家里的经济情况，陆行也是打太极。钱的事儿都是在变化，是吧？我们这个做事儿不是说把钱搁自己的存款里头，搁自己的无形资产里头，搁自己的这个权益里头，我们基本都是在流转换钱啊。我们可以投企业、投股权，把钱放过去，这个有好有不好的，是吧？虽然说着不喜欢邓莎养太多狗，但还是选择去救狗。你不喜欢狗，但是仍然在接受到这个求助的时候，又把狗救回来。这个东西呀，在我心里有主次，他的需求比狗有优先级，是吧？也比我的需。俩人确实都为了对方有妥协，奈何年龄差的代沟是迈不过去的坎。他们俩给我感觉特别像是那种就是老古董的爸爸和一个青春期的女。你有没有发现，我们看《再见爱人》这种节目，其实不是为了吃瓜，而是为了看真实的人性碰撞。有人用吵架证明爱，有人用逃避来保护自己，有人嘴上道歉，行动却永远不到位。而我们在屏幕前一边吐槽，一边又能从中看到自己或身边人的影子。这种综艺最大的魅力就是，他拍的是婚姻，但讲的是每个人的孤独与沟通困境。有时候你觉得他们怎么还不分，其实是因为现实里我们很多人也在类似的关系里拉扯着。为什么我们爱看他们吵架？其实我们爱看的从来不是吵架本身，而是那种熟悉的情绪。你明知道对方不是坏人，可他偏偏总在你最脆弱的地方使劲。那种又懂又不懂的关系，是太多人在亲密关系里的痛点。所以我们一边骂着他们，一边也在共情。我想说说看完第1期，我对这3组嘉宾的印象：梁老师和何美妍，火药味拉满的高智商互怼型夫妻。他逻辑太强，他情绪太弱，一个用输出表达爱，一个用逃避求平静。结果呢，一个越讲越气，一个越听越想走。他们吵架就像一场婚姻版的中国新说唱 ，battle 是真的激烈，但歌词全是生活里的无奈。李诗画和车重建，8年爱情长跑，却跑出了疲惫。他想用行动追回她，却每次都在送分题上答错。他的善良太克制，他的愧疚太表演。看他们就像一场迟到的成长实验。你知道他想变，但他永远慢半拍。邓莎和陆行，表面风平浪静，其实隔着代沟的大海。他活在我供你一切的逻辑里，他却在我也想被理解的孤岛上。一个觉得生了儿子就万事圆满，一个却在婚姻里慢慢枯萎。所以这节目为什么火？因为它告诉我们一个残酷的真相：婚姻不是比谁更爱，而是谁能在爱里保持清醒。有人越爱越糊涂，有人越吵越孤独，但我们还在看，因为这些故事让我们看到自己没说出口的部分。光从播的2集看，李诗画车重建当本季抓马王，要有人半路杀出，创造新学科也不是没可能的。你们说呢？看完这一期，你最有共鸣的是哪一对？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欢迎在评论区聊聊。